盯着屏幕看很久了，别光看着，追番、投币、点赞，我要你的一键3连，现在就要。年关将近，世子们都要休沐回乡了，你呢？我答应了婆婆和爷爷们回村过年。你要离开，回大墟了。国师派人来还钱了。啊！国师收到赏赐了。陛下厚赏万金，还特赐姻缘，将百名闺秀的画像送至府上。从金枝玉叶到绝色美人儿，老爷一个没选，唯独青来那位织染令。次日便成了婚，与夫人游山玩水去了。织染令？你猜猜是谁？你见过的？你之前在滴江县救过他哦。是你的那位朋友，国师夫人竟然是他？是呀，我也觉得太巧太妙了。锦娘姐姐倾慕国师很久了，之前一听闻国师受伤，她便急着去大墟搜罗药材。如今竟真结为良缘，这怕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。大雪天跑去游山玩水，也对，雪连续下了10几日，从未见过太阳，有古怪。老大，怎么漓江也下雪了？漓江地处南疆，四季如春，怎会有雪？小的们，加快船速，去前方看看。陛下口谕：各地遭遇史无前例之天灾，5品以上官员即刻入朝觐见，迟误者严惩不贷。诸位大人还不快快前去，一误不得。飞到京城好几万里了，你们有没有见过太阳？一朵绵延几万里的阴云，覆盖了延康。天魔教倒行逆施，延康国妄图变法，终究引得上面警觉。天谴就要来了。国师到了吗？禀陛下，国师告假离京，省亲访友，至今行踪未明。太子也不在，皇帝为何不曾问起？他们都在此时离京，是巧合还是？诸位爱卿，有10多日没有见过太阳了吧？朕收到各地官员奏折，从东边日出岛至西边密水关全境大雪。
一朵云盖住了我延康全境。陛下，诸位大人，南方庄稼被大雪冻死得干干净净，到了明年颗粒无收。北方县不少郡县的农户已在砍伐树木、烧火取暖，若砍伐殆尽，山洪、泥石流、大洪水等天灾降临，酿出人祸，饥民吃不到东西，便要吃人了。南方本就因战乱缺粮，倘若北方也断粮，就必须动用世家和宗派封地的存粮，只怕稳定下来的局势又生变。这朵云倘若几日散去，还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。若不散，逆贼造反，真如座钓鱼台。现下一场雪，一朵云，就要我延康分崩离析，让几百年的努力烟消云散吗？陛下，天有天道，国师变法便是变天道，这才触怒上天，民不聊生啊！拖出去，砍了！国难当头，还扰乱人心。变法是朕要变，不是国师要变。陛下，天怒人怨也是怨朕，不怨国师。陛下，何不把这朵云收走？中散大夫有何高见？可将宝葫芦之类的灵兵炼制得更高更大，把云气吸入宝葫芦储存。但全国只有100万只宝葫芦，最多只能收走1省阴云。陛下可以下旨，调集全国6合境以上的神通者炼宝收云，等到干旱之年，便可放出阴云遮阳降雨。倘若与敌国开战，便可操控天象。以天象为武器，妙！可惜有些江湖人并不听从朝廷之言，那便需陛下亲力亲为。收云止雪后，可率神通者以火除霜，施法开垦，送风补种，百姓自然迎从。圣人之道，无异于百姓日用。陛下，中散大夫当朝散播天魔教教义，假公济私，趁机吸纳天下神通者入魔教，祸国殃民，当诛。除了诽谤攻坚，你们还能做什么？中散大夫想折子做实事，你们只想着扣帽子杀人。中散大夫真魔道之言，蛊惑臣心，祸乱朝政，这是要灭我国祚呀！陛下，请诛杀这魔道妖人！你被革职了。秦爱卿的话正确的很，分明是治国救民的良言。再胡乱揣测，就杀你的头！朕要的是能办事的能臣，不是张嘴诋毁的佞臣。天策上将，查明天灾真相。遵旨。司空、司徒3司上卿，随朕一同救灾。是。臣保举几人，或可以一同帮助陛下。准了。国师这几日不在，他便趁机安插人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就是天魔教的镇教天王。国师若是几年不见，只怕连皇帝都是他天魔教的人了。皇帝见识太浅，以天魔教教义治世，却不知后面的大恐怖。这场变法注定行不通。为何？
道法自然。我道门用数理构建自然，演化万象森罗，而不改变自然。天魔教却是率性所为，放纵欲望，对抗天道。哪怕他们帮助了百姓，也会招致天罚吗？我欣赏他们的一些行为，但他们的教义错了。神出自自然，变法变道就是破坏大道，就是反神。这不是魔，什么是魔？国师受天魔教影响太深，从前的灾难也会在延康国降临，这是天降之劫呀！让门中弟子都下山吧。皇帝和国师惹出的天罚，不应由世人承担。你们能救多少人，便救多少人。遵法旨。倘若国师和皇帝执迷不悟，我道门也不得不入世了。天上小玉京，仙人扶我顶。夫人，这个神秘的圣地出过一位真散人，他说小玉京有一些可能会改变我想法的东西。夫君可愿改变？小玉京，清幽山人。延康后学，拜谒前辈。真散人死在我的手中，山人为何还邀我前来？山人是仙，不是神。我们不干预世事，只记载世事。来我小玉京者，皆是仙人；离开，则与我小玉京无关。真散人如此，贤伉俪亦是如此。国师、夫人，这边请。仙和神如何区分？仙是人，神不是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人无法成神，只能成仙？国师修到神桥境界时，在神藏看到了什么？一道断裂的神桥。我们曾经看过不知多少人的神藏，皆是这般。世人通往神明境界的桥梁断了，便再也无法成神。其实单论修为，我们完全可以与神奇比肩，但是境界却被断掉。许多年前，我也发现了此事，一直在搜寻解决之道。小玉京路径古今秘辛，可曾有过重连断桥的记载？有，不过小玉京也做不到，不能成神，才想着成仙，所以我们这些老叟才会隐居在小玉京。我们虽然自称为仙，但是大限一到，还是要魂归黄泉，免不了一死，只是在此图个清净罢了。500年有圣人出，我们也想看看今朝的圣人是否能够做到从前的圣人做不到的事情。延康的这片云足够大，但又不够大，只是一次警告。在我宗漫长的历史中，也见证过这种天象攻击。敬明，将空寂哀皇经卷展开。空寂哀皇6420年，天象变，
降雪30日，云缩80万里，不见天日。恶殍遍野，匪盗四起。哀皇命诸神龙王筹之。哀皇6430年，天降火流星，星雨如潮，万千火山迸发，大地震动，地裂千丈，河流干涸，海空。又至次年，太阳消失，月亦无光。难道这便是大虚神国最后的历史？大雪和阴云只是开始，不过这警告来得比我预计的要早许多。延康国的作为让上面有所警觉了。唉，若炎峰帝一意孤行，延康只会是下一个大虚。皇帝若想平息这场灾难，唯有停止变法，罢黜国师，降罪己诏，向天请罪。或许这一切尚有转机。上苍降怒，却要百姓承受。过了。启禀如来，延康太子前来求见。请他上来。黑暗吞没生息，烛火一熄，漫步前世伏笔，幽魂无比，故人千里万里，世间波澜无尽，莫问归途从此去。回首不